照一下德国最近的经济发展很惨它现在已经变英国媒体形容成它是欧洲病夫啊 ，GDP 预测下降很多英国也很烂。不啦，它主要是因为北溪被炸嘛，所以它的能源不得不改跟挪威还有卡达购买，所以简单讲就是能源成本变贵了，那就总体造成它的制造成本变高嘛，那这个当然就联动影响到全球竞争力啊，因为它这个成本整个垫高，你怎么跟别的国家竞争嘛？所以它就很麻烦，然后就造成了很多企业就外移嘛，比如说外移到中国就一堆啦，比如说汽车产业，那你外移了，当然国内就业就变少嘛，产能也变少，所以这个有点一时也找不到解决方法，因为你能源就是买不到便宜的嘛，就是因为俄乌战争又不可能立刻结束啊，那你即使要恢复跟俄罗斯的那个能源的管线，你也要重建啊，所以很麻烦了。现在真的找不到解方。韩国说是因为它太过于依赖中国，所以它现在也开始慢慢跟中国切割脱钩。那你要看它切割之后，它的东西可不可以卖得出去啊？因为它的问题，韩国的问题是更直接啦，因为它现在跟中国都快要变成逆差了嘛，所以就是它本来可以在中国赚到的钱，现在赚不到啊。那中国那些产品也会外溢啊，比如说汽车，人家照样在卖全球啊。那你韩国在别的市场也是会碰到中国的产品啊，所以这个不是说你减少跟中国贸易你就可以救自己了，因为中国的很多工业制品已经到全球去竞争了。那它第一个就是打败你韩国啊，比如说韩国已经不是只有汽车碰到了压力啊，它还有很多啊，比如说 OLED 或者是造船，很多啦，很多它都碰到了对手。那以前它可以轻松得到了订单，现在可能就被人家抢走了。这个事实上就是中国的制造业，它只要进入某一个领域了，那就会造成那个领域那个性价比，就是它基本上价格就会下降。可是又维持原来的品质嘛。那你怎么跟它竞争？事实上，我认为这个现象接下来也会蔓延到台湾。台湾也是一样。就是中国大陆可以跟韩国竞争的东西，当然很多都会碰到跟台湾竞争嘛。比如说这次华为那个中芯国际做出那个晶片，还有华为做出手机，有人就说一定会冲击到联发科的晶片设计，一定会冲到的啦。你逃不掉了。好，另外我们还要来看到，这个是王毅跟意大利的副总理有共同出席一个联席会当然，大家都知道，现在看得出来意大利政府为了降低退出"一带一路"的冲击，当然这一回这个意大利的副总理兼外长，其实此行有特别做出很多亲近北京的宣示。这两个问题我一并想请教介大使。其实沙特现在有一种很强的危机感，也就是说，它庞大的这个财富也就是美元资产，现金也好，股票也好，债券也好，房地产也好游艇也好，豪宅也好，他怕哪一天美国人一翻脸全部给他没收了。就跟俄乌战争发生以后，美国一翻脸把这个俄罗斯的海外财产全部冻结了，跟没收一样。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欧洲一起加入，连那个专门帮人家洗钱的有一个中立国也一起加入去抢这个俄罗斯的财产，所以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可信的地方可以把你的财产放在那个地方，因为西方过去靠一个信念，所以财产神圣，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随时随便没收。可是美国带头，在俄乌战争做了一件看起来很聪明，其实是愚蠢至极的事情。因为过去很多人把钱放在美国，手上拿着美金，哇，最觉得什么安全感对不对？财产要有安全感那现在钱越多的人越没安全感了。他敢放在美国吗？他敢放在欧洲吗？他敢放，连瑞士他都不敢放了。瑞士信贷怎么垮的？就被怎么挤兑挤垮的？以前放在那边大家觉得很安全结果呢？瑞士也一起没收俄罗斯的财产，谁还敢信用他？所以整个来讲，我觉得俄乌战争以后，美国带领的一批没收一个国家，不管哪一国的
海外资产，还有包括他个人的资产，这个国家的富豪的资产，这件事是击垮今天美元西方世界金融市场的他们的整个的长城的最重要的一击。那所以今天沙特就到处在找地方投资啊，他干嘛要去跟中国大陆的上海交易证券交易？意思就是说，他以后钱要投资上海的证券啊。他选择的他一定要分散，这时候资产一定要分散，不管快慢。那他现在看好一个对象是投资的对象是哪里？就是中国啊。中国第一个，他起码相信中国不会有一天突然翻脸，把你沙烏地阿拉伯在中国，不管是用人民币也好，或者存在中国的这个不管是民营私营行库里面这些资产啊，一夜之间给你没收，不会。可是美国就已经干了，所以他现在就在找另外一个取代。第一个，你经济体要够大；第二个，你的经济体的未来性要够好；第三个，你的币值要稳定。那这个东西全世界看去哪里？就中国大陆啊。所以这个都是既定的大政策下面一些配套措施。过去中国大陆跟沙特谈了7、8年了，就是说我买你这么多沙特的原油，我能不能用人民币付款啊？你也可以把这个人民币款跟我买，我今天中国大陆卖给你，将来你不管卖到你沙特的这种商品也好，服务也好，你也可以直接用人民币啊，人民币有出入啊，沙特都不愿意。为什么？沙特过去在70年代的时候，他为了换取美国对他的安全保障，曾经跟美国有一个协定，就是说我沙特的石油只能用美元交易，不能用美元以外的这个货币，所以但是它的安全的来源，美国说这样子的话，你确保我美元，对不对？因为这个石油是最大宗的物资之一啦，那就确保美元的地位啊。美元已经跟黄金脱钩啦，它的信用锚定是什么呢？那就靠这个油源啦。那沙特的跟他的互相合作，那美国沙特的人权，你要以美国人的标准来讲，处处是问题啊。女孩子到现在去年才能够开车啊。脸上都要戴头巾啊！美国不是最讲究人权啊，男女平等，他为什么不去找沙特的麻烦？就是因为沙特只规定你跟我买美元，你不要买美元，就是用石油。可是现在沙特也松动，沙特跟中国大陆已经在谈了，他先叫这个阿联酋已经跟中国大陆试点用人民币来支付向阿联酋购买的石油，因为阿联酋跟这个沙特是联动的，那这个试点已经在慢慢开始了，所以这可能就是说，沙特准备做什么一件事呢？就是他可能要大量收入人民币了，也就这个人民币哪里来？当然卖石油的时候，我就手上就有一大堆人民币，我不会神经病，今天把我的美金拿到市场去买那个人民币，不需要嘛。就是说，我就已经手上会有大批人民币，大批人民币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你知道？我拿美金，我搞不好买美国的债券，我还有现在4.5%的利息了。美国的这个股票市场是很开放的流动性很强，那我搞不好做得好，我还有10%的收入，对不对？它有很多很多投资的工具啦。那你美国的房地产，你美国纽约房地产，我也可以都买啊，对不对？如果我投资得好，可以赚钱。那你现在拿了大批人民币以后，你不会再给它换成美金，又跑到美国去买东西吧？那一定用人民币来消费啊。那你要投资什么呢？那中国的股票市场就是一个可能将来沙特手上大批人民币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场域。那希望中国大陆有更多的所谓的延伸性金融投资工具。那有债券，有其他延伸性工具。因为沙特这个做法已经现在是一个配套前置作业，已经告诉世界说，我沙特将来手上会有极大量的人民币，我希望将来的投资管道先把它打开，所以这个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做法。好，最后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我吃了2、3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